Hello， 大家好，我是耶律律。上期聊狼性文化，我们最后留了一个问题，问狼性公司究竟做对了什么，可以让它处处站在人性公司对立面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遥遥领先，把公司做到世界500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3个维度去解答。第一呢，就是狼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博弈与创新。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略有了解的人，肯定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友商。友商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我们是朋友，是伙伴，但是我们做了同样的产品、同样的项目。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友商不应该叫做友商，而应该叫做敌商。既然是敌商，为什么非得叫做友商呢？这样做岂不是显得非常虚伪？但是其实不是的，把竞争对手叫做友商，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高效且高明的竞争手段。因为人性公司往往以创新立足，它有非常强的创造力，可以通过一个项目、一个产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或者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去。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它有点像在荒漠上开垦田野。但是狼性公司往往因为先天不足或者发育不良等等原因，它没有办法去创新，可它还是想拥有一席之地。那怎么办呢？只能冲进那一片田野去，把它变成战场。冲进去一看，哎，这儿怎么有人呢？于是略显尴尬的把对方叫做友商。友商一看，得，既来之则安之，那大家一块种庄稼好了。所以你看，把竞争对手叫做友商，其实是有2个好处的。第一，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们都是做创新企业的。第二呢，就是跟友商去比一比，看谁的庄稼种得更高。当开垦变作种庄稼，当创新变作博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很多非常奇特的事情。比如说做手机这个事儿，你1200万，我4800万，你4800万，我1亿2000万，你2个摄像头，我3个摄像头，你3个摄像头，我满机背都是摄像头。所以说，狼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是创新，而是博弈。友商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友商上什么项目，我们就上什么项目。除了友商这个词儿以外，狼性公司的新品发布会上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词儿，诸如吊打、碾压和遥遥领先。这些词儿汇总起来，其实就一个字儿，叫赢。赢这个事儿对于狼性公司来说太重要了，毕竟开垦的是友商，耕地的是牛马。那么有人问，狼性公司赢了这么多次，都已经赢麻了，为什么它就不能翻过头去创新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看看狼性文化的历史。谈到这个狼性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科技企业的狼性文化，倒也没有必要回顾到那么远。事情要从2012年说起。2012年的年末，百度这家公司连续7个季度业绩下滑，他的 CEO 李彦宏给全公司发了一封公开信，叫做改变从你我开始。这封公开信的核心内容总结成8个字，叫做鼓励狼性，小资走远。结果这封公开信被曝光，在整个互联网上一时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开始担心百度这家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年龄稍长一点的网友可能知道，2012年还是一个微博治国的时代，那个时候社会中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小情，总要在微博发起一个投票，让所有网民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一个调查是说，有40%的网友不支持鼓励狼性，小资走远这个观点，因为鼓励狼性就意味着要缺失人性。此外还有另一个投票，超过64%的网友认为狼性不能救百度，因为互联网在95到98年这个时间段进入到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大厂但凡是能叫上号的，几乎都是迎着这波创新而立足的。不管是百度、腾讯、阿里，还是网易、搜狐，你很难想象一家以科技创新为命脉的公司，有一天会像说相声的或者说唱京剧的企业一样，需要别人去救它。另外就是一提救这个事儿，就意味着结局肯定是不成功的，因为鲁迅他老人家曾经也说过，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是李彦宏觉得学狼可以。其实我认为吧，学啥都不能救百度，只有南墙才可以。事实上那64%的网友最初可能只是纯真和善良，认为狼性救不了百度，但是其实他们这份纯真和善良还是挺有远见的。回过头来我们看2024年，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百度公关副总裁的那个事件，他所宣扬出来的那种狼性文化的东西，让整个社会都为之一振。百度这家公司突然在大众的眼里变成了一个不认识的怪物。我觉得这个2012年伊始的狼性文化在百度里面生根发芽，直到他今天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不能说不是一次不撞南墙不回头。好，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2年，为什么李彦宏在那个时间点上去说只有学狼性才能救百度？这个问题我在之前防吹误国那期影片里有提到过，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各国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重创，那么中美两国在这个复苏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强的意愿通过科技去做大财富分母。
就在这个时候，移动互联网技术作为新一波的科技创新应运而生。苹果公司在2010和2011年接连发布 iPhone 4和 iPhone 4S， 直接将人类从 PC 端带到了移动端。而在中国的科技企业似乎也看到了这波创新浪潮，百度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2012年还发生了另外2件大事。第一呢，就是 4G 技术开始在大陆测试；第二呢，就是华为这家公司宣布它的终端设备要开始进军中高端市场，也就是后来的华为手机和平板。把这些大事件罗列到一起的时候，你忽然会发现，鼓励狼性这个事儿似乎有那么一点居安思危的味道。毕竟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百度成了大陆地区最大的搜索引擎，它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它唯一要做的就是担心自己的未来呀。但是我觉得鼓励狼性恰恰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表现。还记得之前我们打的那个关于开垦和耕种的比方吗？在中国的文化里，当一片地产量越来越小的时候，大家只会做2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求雨，第二个就是鞭打牛马。提到牛马，我们来聊聊狼性文化的第3个内核，也就是它的用人策略，而这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和百度的李彦宏一样，华为的任正非老爷子也经常发表一些言论，意思就是说华为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所以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拯救我们这家企业。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理论是说，砍掉高层的手脚，砍掉中层的屁股，砍掉基层的脑袋。这是什么意思呢？砍掉高层的手脚，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高层领导不用去做一线的工作，因为你投入到工作里面，你的脑子就不转了，你的脑子不会去思考一些战略性的问题。那什么叫砍掉中层的屁股呢？说的就是中层不能见天在办公室坐着什么都不干，跟甩手掌柜一样，你得去巡视工厂，巡视工位，看看所有的员工有没有遇上什么问题，你好随时去解答。砍掉员工的脑袋，这个是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的问题。基层的员工到底需不需要带脑子去干活，需不需要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在任老爷子那里当然是否定的。听说曾经有一个基层的员工给他提了一些战略性的建议，但是后来华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先解决掉了这个员工。当然我在这里提的华为、百度还有任正非以及李彦宏，这些都只是狼性文化的一些典型案例，它只能作为例子，并不代表百度和华为这2家公司就是狼性公司，这个我们大可不必去代入，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根据这些案例去看一看狼性文化背后的用人逻辑。前面我们讲狼性公司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赢，所以他不在乎创新。那么他对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这个人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不需要不停的给领导提建议，说我们这不好那不好，我们要改正。大船拐大弯是非常难的，你老是提那么多的建议，那我们公司有多少东西，包括规章制度，包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都得跟着你这个想法改一遍，那还得了。所以在用人这个策略上，不能用太聪明的人，反而是过于聪明的人，我们要把它排除出这个团队。长此以往下来，就会在公司内部产生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么如果时间再久一点的话，这个公司里面其实就没有聪明人了，甚至连精明人都没有，留下的就是一帮稍微一动脑就浑身发抖的家伙。他的所有思考能力都要依靠领导灌输给他，领导说让他怎么做，他就闭着眼睛这样做。在这样的工作氛围里面，人如果待久了，就会有一种意识，领导给我很多难题让我去解决，那其实就是在锻炼我，努力就能获得相应的成功。如果我没有获得那个我想要的成功，那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也就是说，大家生活在这个科技创新型的企业里面，没有人是通过创新去解决问题的，脑子依然像骆驼祥子一样认为我要努力，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要把黄包车升级为一个人力3轮车。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升迁了，他也会用他领导对待他的那种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员工。你得把我吃过的苦都再吃一遍，你也能变成像我一样厉害。这其实也不是一种报复心理，它就是一种思维的惯性。狼性公司这种只准拉车不准看路的用人策略也是有数据支持的。我听说有一家大厂每一年都会招非常多的博士生，因为它名气比较大，所有的毕业生以进入这家大厂为荣耀。但是这家公司的博士生离职率可以高达80%，因为他们把博士生当一般的码农去使用。你招一个这么优秀的人，却做着最简单重复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是比较华为和苹果的人均创造财富的比例是1/13，也就是说，苹果一个员工所创造的价值，差不多等于华为13个人加在一起所创造的价值。显然，在赢的这个过程当中，并
并没有得到赢，反而输得很彻底。我想这跟我们狼性公司的一些用人策略也不无关系吧。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公司，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那么这个国家强不强盛，这个公司有没有竞争力，事实上就是一个一个的人有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价值，有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狼性公司和人性公司的用人策略决定了这两家公司能够创造出财富的总值，以及他们创造价值的总值。那么如果放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去看，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贡献以及自身的兴衰。熟悉我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经常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去揶揄传统文化，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传统文化的洗礼。比如说从小就有大人告诉我们要戒掉小聪明，拥有大智慧。俗话说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小胜靠智的意思就是说，在短兵相接的这个战术层面，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小聪明；要想获得大胜，在战略层面上取得胜利，必须得靠德。这个德，我想就是跟狼性文化所相对的那个人性文化。看过战争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短兵相接的这种打法往往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它只需要不择手段就行。但是大的战略战术需要大智慧，需要去创新，需要去创造，有一些耳目一新的一些方式，面向未来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所以当一家公司选择人性文化的时候，它不一定在每一场竞争里都能赢，但它最起码能善待员工，肩负起社会责任。可是当一家公司选择狼性文化的时候，从他选择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哪怕是时与势都在他这一边，依然是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最后再说一点，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并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虽然项羽乌江自刎，虽然刘邦坐拥咸阳，可是项羽该是英雄还是英雄，刘邦该是流氓还是流氓。另外，一家公司的成败对于员工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一个员工服务一家企业只图两件事：成就自己，养活自己，其余别无他求。